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辛巴，我们现在正在杭州，为大家带来的是50宏光 EV 的动态试驾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上午加一下午啊，现在我们已经要去还车了。我觉得得开一整天才能说给大家做个动态的试驾，这样子会体验更多一点啊，而不是泛泛而谈。那我们今天开这个车去了隐私飓风，包括去了很多我们之前拍领跑，包括我们之前拍哪吒去过的地方，一共跑了100-200公里吧，200公里不到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聊聊50宏光 EV 这辆车到底表现怎么样。我们这期节目会不太一样啊，我觉得我们先说几个我觉得应该可以改进的地方。第一个是这个车型的那个音响。我相信很多是拿来致富的嘛，那可能时间比较长的待在车里面。那这个车型是有蓝牙音箱的，我们刚才一直在听，音响效果还行，能听。实话实说，真的还可以，能听。但是呢，它有个问题是，这个车型是没有那个叫什么方向盘上面的那个按键的，所以呢，你不能快捷的调节音量，它需要到屏幕里面才能调，这有点麻烦。确确实实啊，刚才像我停在路边接电话了的时候，对吧？我要去调音乐，我还得专门去仪表盘里面去调，这个我觉得略显不便啊。实话实说。第二点是这个车型的 NVH， 这个车型实话实说，你如果是在0到60，你如果在城里面开，我觉得它的 NVH 表现其实还可以，至少我觉得因为它造型的改变，它的风阻明显是降低了，包括其实胎噪也还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车型它电机的噪音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我觉得0到60还行，但是到了80码，到了甚至更高的时候，它电机声音你还是明显的是能够收听到的，我觉得有进步空间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是这个方向盘的高低调节。这车型是没有方向盘的高低调节的，那我能理解啊，那这个价格的车大部分都没有，但是我是希望50能够有个高低调节。你如果是身高从1.65米到1.85米吧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，都能看到，因为这个车其实参数不多。但是如果说你是更高，比如说1.9米、1.95米，可以的，这个车型的头部空间非常非常大，你1.95米的人，我觉得坐应该也压力不大，但是对你来说可能视线会有点差距。这点还是有个方向盘调节会更好。如果说是一些女孩子要开这个车的话，更低一点，我觉得它的方向盘也是会有一点遮挡的。那我是希望50后期是不是可以改这个东西啊？这3点是我今天试下来，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可以有进步空间的地方。那接下来就是夸了，这车型其实可以夸的地方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。第一个是动力方面。那实话实说，这个车型现在搭载的是一个75千瓦的电机啊，是50最新的。这个电机对于50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太猛了。这么说不太好，但我今天特地跑了那个良渚那边的有一些弯弯绕绕的路啊，包括一些农村里面穿来穿去，这个动力真的0到60之间，你可以发现没有人比你快，就你永远红绿灯第一个出去，你永远动力是澎湃的，你基本上感受不到这个车有任何的动力不足的情况。我相信现在是空载情况啊，满载我不知道它动力怎么样，但是就我自己的50的那个阳光来说，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吧。就是同样是满载，它肯定买油车的50宏光的消费者是要快的。这个车型动力是怎么样呢？就相当于说你是一台 1.5T 的高功率的那个发动机的那种扭矩的那种感受吧。特别是0到40，特别的猛，特别的猛。你一脚下去，你就发现哇，真的就有推背感，就非常离谱，就有推背感，给好评。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这个车型的那个侧倾吧，我觉得这点整体的动态表现给个8分没问题啊。你参考它的定位来说，给个8分没问题，因为这个8分是综合的。第一个是这个车的视野很好，就是它整个前面的玻璃，包括侧边的玻璃都非常非常大。当然，对于夏天来说，像今天天那么热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如果我自己，我应该会给它贴个3mm的膜啊之类的。但是如果对于驾驶来说，绝对是个重大利好啊！它那个大的玻璃能让你的视野更加的清晰。我这车没有360环影嘛，这个级别车没有360环影，但是它有人眼，你是能够感知到你那个地方是能过去的，那个地方是不会蹭到的。这点我觉得还是蛮关键的，对于这些小车来说，因为这个车型的很多消费者可能送快递啊，可能厂里送点小货啊，可能拉几个人啊，这种我觉得肯定要去这些农村的地方的，
所以我觉得这个视野好对于这辆车来说帮助还是特别大的，因为这车其实不小。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，这个车型的整体的驾驶感受是，如果说我的阳光是给个6分的话，它真的就是加2分没有问题啊。它整体的坐姿也比阳光更躺，然后这个座椅的包裹性，包括我自己的坐姿的感受，因为阳光的后面是不能够再调整了，它有一个限度，但这个车是没有的。这个车型的调角度非常的大，就是你可以比较躺着开车啊。对于你如果说你跑滴滴啊，非常非常躺，看到没有？这车型可以完全躺下，就是它的作用我是知道的。拿这个车是来跑货运的，然后你跑了一上午了，你想休息，你不需要到后面去，你不需要调整任何，你只要在主驾驶位上，因为一拉，你可以把这个座椅完全放倒，你可以非常非常躺的开车。你拿它干活，你开个100-200公里，或者说一天跑个一上午，中午在车里休息一下。这个是纯电的嘛，你可以开空调，对吧？电也不贵，就真的电很便宜。或者说你在充电的时候，你在那边睡觉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。这个座椅我真的要给好评啊，躺得非常方便，一拉就能躺，哦，太棒了，真的给好评。而且躺着也很舒服，然后它的整体的包裹感也很好。整个座位也很软糯，我觉得重大利好啊！这个车型的最大夸奖，我今天就是这个座椅，我觉得真棒。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这个车的那个刹车啊，刹车我分2方面来讲，一方面是整个刹车的咬合力，我觉得是够用的。你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，我觉得它这个刹车咬合力对于它定位来说，我说实话是超过我预期的。我觉得50这2年的那个刹车的进步速度还是比较快的，你是能够感知到的。然后前段是比较柔软的，然后后段踩下去是明显是有制动力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如果轮胎好一点，还能更好一点。实话实说，轮胎好一点还能更好一点。然后这个车型的刹车的距离会比一般的刹车距离会稍微的短一点。我们认为的全部的刹车应该是100，它大概只有80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设计啊，可能是减少疲劳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的感知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事情，讲完刹车了，我要聊一下这个车型应该可以继续提升一下。就这个车型是没有自动驻车的，就好比我们现在等红绿灯，它是没有自动驻车的，就是你踩死它是没有说可以松掉刹车的，不可以，它是有蠕动的，你没有自动驻车，就是你必须要踩刹车。这点我觉得对于城市送货来说，我觉得我希望50后期能加上吧。我觉得这个帮助还是蛮大的，对于天天要开这个车的来说，因为这个车是拿来干活的，我觉得确实是需要的，刚需的。然后最后是这个车的那个转向的灵活度啊，其实这么说不太好，但是它的那个转向竟然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虚位的，这点也挺神奇的。这么大个车竟然转向没有虚位，就我今天刚开到这个车的时候，我还挺惊讶的。毕竟这个车的定位应该是有虚位才对，就是我觉得宏光这个车有虚位，我觉得是正常的，你知道吗？但这个车竟然是转向是没有虚位的，大家可以去展示厅自己感受一下。如果你们当地有私家车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完全没有任何的虚位，还挺离谱的。连我家怀都有虚位，它是没有的，还挺精准的，好意外啊，就是很意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关于50宏光 EV 的动态试驾的几点分享吧。我们视频发布的时候，应该你们已经知道它的售价了。这价格你们还满意吗？如果是满意的话，你们打几分呢？我们今天是所有测试都是在空载情况下，而不是满载，大家多见谅。如果说你要感受一下它的满载的这种驾驶乐趣，我希望你找几个好哥们试一下。如果说你想有的话，什么比我快？不可能！你看，就是它的扭矩就是非常的快，比我快不可能，哎 ，power 就大概这种感受。就它的动力真的是猛，我只能说猛，动力真的猛，没问题。这个红标在开还是真的非常的快乐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导航解决方案就是这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相信很多滴滴司机也是这样子操作的。哎，这个红标真香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还车了啊，做一个最后总结。那我觉得这个车型最后总结部分，我说2个我比较大的感知啊。第一个是这个车空间真是大，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车空调真的冷。那我们今天全程就开了1档空调啊，我觉得开2档已经有点冷了，手动空调怎么这么冷？没想到这个事儿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车型的消费者啊，我们刚看到那边有一排阳光在交付啊。其实我突然想到，它比阳光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在于，
它虽然都是300公里续航，但是它实际的最高时速有130。其实300公里续航，然后如果这个车电池也是50宏1号电池嘛，我们在总结部分聊一聊。就50宏1号电池还是一个偏向于后期维修方便，然后续航里程扎实，包括实际的可靠性高的这么一个属性。实话实说，它基本上就是为商用车啊专门做的。当然，本身跟神链电池，关系也比较紧密，但这就是一个以可靠性为见长的这么一个电池组，然后整体的可维修性也做得比较好。这个50的其实其他电动车都一样，神链电池都有这个属性，所以我刚刚在想，这么多的50的用户啊，开了这么多年50，然后换来换去还是换50。说个小故事，就是说刚才我们遇到一个老大爷吧，应该50、60岁，可能看起来比较苍老一点。然后刚刚在里面，就是他是50之光来保养的，他在问那个初代的50，他们这边还有那个初代的50，就是1代的那个50的马卡龙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马卡龙他们还在卖，应该是有库存车吧，什么样的？然后再问它的价格啊，包括政策啊什么的。其实我说实话，50为什么他们的小型车，或者说像我们的阳光这种车能卖好呢？其实有很大原因是因为50有很多原来的基盘，原来有之光、有宏光、有荣光，然后他们就是来 4S 店来做保养啊，来维护啊，或者是来维修啊。来看看，这小车也挺好的嘛，买一辆代代步，或者说给家人代代步，我觉得这个基盘对于50来说还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，特别是他们本身就是这些我觉得平民车的用户吧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我希望50好好做，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好几个我觉得可以提升的地方，希望50可以听一下我们说的。就以这个我们的50宏光 EV 来说，我觉得确实做的挺好的。除了我说的这个缺点，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个电动化做的还是非常的好的。我觉得至少开起来，我觉得我会喜欢开，特别是像这个座椅，这座椅是我今天中午的时候直接夸爆，完了我双下巴，就是它就可以这样子完全躺平，就非常的离谱。这也太猛了，就是很舒服啊，就是完全平的。Later， 这就是50，会在这些地方思考，会比别人思考的更多。如果觉得我还讲不错，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这都会对我们节目有特别大的帮助。如果你对宏光这个车还有什么其他想了解的，可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每条评论都有在看的，我们可以再借车。